大家好，我是微庄主。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日元元和级贬。大家看这个图，这个图是1美元可以换多少日元，也就是说，当这个图上升的时候，日元就越来越不值钱，对吧？那么日元级贬，贬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们看这是1986年，这是现在，也就是说，这个位置上一次出现是在这里哦，也就是30多年前才有这么低的日元。这个日元现在贬到了一个30多年期间的一个最低值，那么日元元和会贬到这种程度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宏观背景下应该去投资什么？当然了，在我们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日元已经有一些反弹但是没关系，我们讨论的是中长期的一个位置，一个周期的位置。好，那么我们讲说，我们在4月中旬的时候，其实有聊到，当时日本要加息，对吧？我们说日本呢是全世界3大水龙头之一，那有美国、欧元还有日本。说日本这么小的国家，它为什么会是一个3大水龙头之一呢？因为日本一直就是负利率，对吧？那这是其他国家的利率，国际的这个游资就会从这里借钱，然后投资到这里来做套利，赚取更高的利息。那么在这个国际的交易当中，30%是以是交易的日元，所以日元可以说是3大水龙头之一，它放了很多水到这个全球。那我们说日元放出去之后放到了哪里？这个图也是我们上次有讲过。那第一呢是美国，第二呢是开曼群岛。那大家知道开曼群岛是避税天堂嘛？但是从这个开曼群岛出来的钱也有很大一部分还是进入美国，其实这前2个都是美国。所以说美元跟日元的关联度是最大的，日元出来就去了美元那里。我们再说4月份的时候，当时日元加息之后，然后日元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子大幅度的升值。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负利率，对吧？然后美元的收益率在这里，它就算加了，它还是有一个利差。什么意思？比如说美元以前是5，然后日元是负0.5，对吧？它们之间的利差是5.5。那现在呢，美元是5，它现在变成了0.5，它们之间的利差是4.5，还是很大，依然有套利空间，依然有赚取利润的空间，对吧？所以国际游资还是会做同样的事情。当然了，我们说这个日本的央行它的动作比较鸽派，我倒是认为就是说央行呢对这个的影响是有，但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好，我们等一下往后看。我们说日本加息收效甚微嘛，主要原因还是利差比较大，但是利差其实并不会波动很大。大家看上一次美国跟日本的利差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也是大概在90年代这个位置。那大家回想一下90年代这个位置，大宗商品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是牛市，对吧？如果长期关注我的读者都知道，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去跟大家介绍商品市场，因为我们说在未来有可能商品会跑赢股市。那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是商品的熊市，那么再往前一个商品牛市，最近的一个商品牛市就是这里。那我们如果说现在美日利差到达了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在上次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它波动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看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日元跟美元的汇率是这样子的，看这个浅色的线是利差，然后日元对美元是这样子的。我们会发现在这样一个利差平稳的状况下，日元依旧是这样子大幅度波动的。为什么？高的时候是144低的时候也就90多，30-40%的一个差别，是非常大一个差别。但是其实利差一直是在这个水平，没有什么大的动向。所以我讲说央行呢，其实它的一些动作会有影响，可是它并不是本质的，并不是实质性的。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样一个美日高利差的一个情况下，日元对美元为什么会有个这么大的波动？这个波动是如何产生的？如果长期关注我们的朋友，那对周期应该是很了解。我们看这是94年，这是99年，大概是5年期间，然后这是99年，这是04年，也是5年。5年大概是一个什么周期？是一个库存周期，对吧？那我们就有一种假设咯，就是说在一个高位置的美日利差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它这个日元的波动有可能是被库存周期所影响的。那么我们就想知道了，那现在你这个位置到底高不高？你这个位置是哪里？这是我今天研究这个的一个思考过程，我跟大家分享哈。那这个位置高不高？是相对于以前的这种位置，还是这种位置，还是这种位置呢？对吧？那如果这种位置就好说了，它现在是个极值，对吗？那如果是这种位置，那在中间，那很难讲，是吧？所以我们要用别的方法去给它定位。那如果听到现在，大家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或者之后在你听视频的过程当中，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启发、有帮助，请你随手帮我点一个心或者一个赞，让我知道我的内容准备的还可以，同时也帮我提升我的内容。谢谢大家。好，那我们继续讲。我们说，那有可能它的这个汇率可能会受基金周期的影响。我们回去看。这个研报是华泰证券的一个研报，这个我在很早以前看过啊，我记得当时说的是汇率的一个周期。我回去找这个研报，这是2018年的研报，我找了好久，终于把这个图找出来。我希望这个图能够对大家有帮助。我们仔细看这个图，其实这个图给我们很多信息。什么意思啊？就是美元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在这个基金周期，就是在库存周期这个维度上，也就是3到5年这个维度上，它们有什么关系？看这个灰色的线是对澳元，这个对澳元的影响大，因为它的振幅更大嘛，它振幅是这样子嘛，对吧？但是日元它振幅就小，看到吗？所以就是说基金周期它更影响的是澳元，那也能理解，因为澳洲是怎么样？是资源国。我们以前有讲过，我们说在世界的这个产业链上，从资源到制造到后面的消费，那资源国走的大部分，它的股市也好，还是什么也好，还是汇率也好，主要走的就是一个库存周期跟基金周期哈，包括南非那些地方。那么在大宗商品牛市的时候，这些国家的货币就会走牛。那我们只是插播，我们回来看这个，那日元呢被这个短周期就3到5年周期的影响大概是这样，但其他国家就很高。人民币也不算高，我们看呢，如果是朱格拉周期呢，8到10年的朱格拉周期呢，日元的影响就很高咯，看到吗？它的振幅很大，那其他的货币振幅也很大，人民币振幅不大。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有其他原因，那我们就先不看，今天就先讨论日元。那日元的振幅这么大，说明什么？说明日元被朱格拉长周期影响比较大，那对这个短周期的影响比较小。研究到这儿的话，我们又有奇怪的地方了。那现在这个位置要怎么去理解呢？然后呢，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用美元指数除以每日汇率，做了一个套利 K 线。那套利 K 线的知识呢，请大家回去看我的视频，我专门讲了这个哈，很简单，就是一个比值相互关系。然后我们拉长周期来看，这是多长时间？这是30多年、32年的一个长周期。那么这个蓝色的线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美元指数跟每日的汇率的一个数据。看，这是一个周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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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现在到了一个极值，现在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极值。那美元比上每日汇率，其实本质上是看的美元指数是美元相对于其他6种货币的一个综合汇率。那当它除以这个每日汇率的时候，等于我们需要想去看的就是日本跟其他的非美货币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极值，这是一个极值，这是一个极值。这里是10年哦，这里差不多是10年，这里差不多是10年。可是这个位置呢，是中间的位置，可能跟大宗商品有关系，或者跟其他有关系。我们这里先不研究，我们就看到了底部这种极值的位置有3次，现在又是其中的1次。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上一次是98年的时候，98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看到吗？在这里，这次又在这个位置。然后呢，还有一次是07年，也是一个美元对日元的高点，就是日元最便宜的时候，就在这一个周期当中最便宜的时候，这也是高点，这也是高点。这就帮我们定位了，我们从其他的
关系当中就可以帮我们定位了。我们刚才说，我们可能不太知道现在这个位置是这里还是这里还是这里，对吧？那现在我们用其他数据来看的话，那更有可能更高概率是这里。如果是这里的话，也就是说日元刨去美国的影响，日元跟其他的货币相比的话，日元现在的汇率已经是极低了，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极值了，它不应该再过度的贬值了。那么这个位置应该就是一个日元的一个底部，中长期底部的位置哈。我们并不排除短期的剧烈波动，因为我们在交易通胀预期。啥意思？就是美联储可能不降息，那么那个利差就有可能保持在高位或者是更高，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利空日元。那么它其实交易的是一个预期，没有关系，短期可能会波动，但是我们说从中长期来看，这个位置已经是一个极值了。那我们大概就有了一个位置的一个定位，就是说现在日元这个位置已经过低了，未来大概率应该日元还是会升值的。那么日元要升值的话，它代表什么呢？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图，我们会发现除了这个振幅就是上下波动的这个幅度，还有一个其他的东西它告诉我们。看哈，这个对日元的底部是在这个位置，这个澳元在这个位置，英镑在这个位置，加元在这个位置，欧元在这个位置。什么意思？底部产生最早日元，说明日元是具备前瞻性的，发现了吗？在周期上，日元是具备前瞻性的，它先转折。具体的原因，我今天没有办法把它拿出来分析，但是就是说，从数据的结果上来看，日元的波动的反转的转折，跟其他货币相比是具备前瞻性的。同时呢，日元具备长周期性，也就是它主要走朱格拉周期。那么这个日元的前瞻性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研究跟思考的。它怎么个前瞻法？我们看哈，我们把这个标普500的收盘价放在这里，我们说这一次呢，就是说日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一个最低点是在这个位置哈。我们说3次嘛，对吧？一次是98年，一次是07年，一次就是现在。然后呢，这个日元都是一个当时那个周期的顶部，对应着哪里？这里是什么？科网泡沫，这里是房地产泡沫，都提前了1年以上日元反转。我们说日元呢是一个避险货币。啥叫避险货币啊？当你认为有风险的时候，假如你是一个交易员，你从日本借了钱，然后投到美国去了，你觉得现在好像有风险了，你要怎么样？你要把这个钱再买回日元，赶紧还回去，我不玩了，对吧？你买日元，日元就会涨。所以日元是具备避险属性的。当日元升值的时候，也就是这样的时候，也就是股市往下走的时候，其实所有今天发生的事情都印证了我们以前讲的美股的位置、商品的位置，还有这些所有的事情都相互印证，对吗？那么我们说这些数据之间都在相互印证，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首先呢，美股我以前讲过了哈，可能有1-2个方向还 OK， 那推荐看我前面的视频。我们不讲说下一个月或者是下一周它可能会涨可能会跌，我们讲说中长期来看它性价比已经不高了。然后呢，如果说我们从周期来看的话，有可能这个转折点会发生在第4季度，但是我们不知道，因为市场在随时变化，没有人可以100%的预测。我们只是说这个位置性价比已经不高了，那这个时候什么东西好？大宗商品好。这个视频我们就不详细讲大宗商品，前面我们有好多视频讲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大宗商品的这个投的方向应该怎么去选哈。其实从2020年我就已经开始讲，那现在依然在讲，依然不晚。好，那我们说，那现在股市呢仓位不宜过多，那现在可以做什么呢？有一个
假如我们认为说，哎，日元将来会升值，我们也认为商品也会升值啊。商品里面有什么？有黄金嘛，对吗？白银，然后还有原油。那如果说我们又有这个又有这个，当然更好啊。我们理想状况下就是去购买日元代表的黄金、白银，对吧？啊，那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哈。那我们大陆市场可能现在目前没有。但是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读者跟日本有往来，那我认为呢，从现在的级贬只是一个短期的行情哈，它的位置已经达到了一个长周期的极值的位置，日元中长期应该还是升值的。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请你随手帮我点一个心或者一个赞，告诉我的内容对你有启发。